Hello， 大家好，今天是3月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强势反攻，这次下跌会见底吗 ？Meta 有望回调启动，现在是一个不错的位置。特斯拉进入到了支撑区，继续看涨。MSTR 如期变盘，上涨加速，这次能反转趋势吗？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本期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49期。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而在第一部分，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美股重要的指数纳指和标普上期的观点回顾，以及我们再次学习一下富银线它的加仓买点，包括空间上本日关键的重要支撑和重要压力。在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们会进入到个股解析，我们会重点讲解特斯拉、英伟达以及 Meta、苹果、MSTR， 包括还有高通、皮尔 TR、微软、TM、SMCI 等个股的资金和动能分析，进行短线的策略制定。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视频一般会分析较多标的和较多的行情走势，所以时常来把控。如果您的时间较为有限，那么您可以看一下下方的播放轴上，这里呢有一个三角按钮，点开之后会有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您可以快速的、迅速的找到您最想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以此能够节约您的不少时间。如果您是老同学，时间宽裕的话，可以从头到尾完整观看，更能明白阿哲当前的行情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关于上期视频行情观点的回顾。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过，阿哲对于目前的美股市场的下跌，何时不再看多，何时会觉得美股市场将彻底走为空头，甚至呢是进入熊市行情当中。那么这个观点改变的前提就是标普5773.31被跌破，如果标普5773.31不破，那么下跌应该试错买进，寻找买点。而5773.31就是前面这个低点。那么在上期视频出现了负线，我们说是一个风险的信号，而这一个负线的风险释放和它的延续性，就主要关注这一波下跌当中，标普前面低点以及这一个上行趋势线会不会被有效的跌破。而我们会发现的是，在这一次的下跌途中，包括我们这一天发布视频之后，那你会发现市场确实在附件之后产生了下跌，再次的低开低走，而盘中呢也一度有效跌破5773.31，但最后收盘却收在这之上，而后在周三的行情当中收了一根阳线，这一根阳线的收盘价，它同时也收在了前期的上行趋势线之上，也就是说本次的这个下跌破位用2天时间确认了首次跌破是无效的。所以目前美股市场在阿哲的观点当中还未转为熊市，而目前这个夹角之处则是我们再次去考虑抄底买入美股的一个行情节点。这是我们在周二盘前行情视频的一个观点，当前依旧可以去找到抄底买入的时机，除非5773.31标普低点被有效跌破。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这张截图是阿哲截取自昨天早上香港时间10点所讲到的一节内部课程，而在内部课程对于行情解析的判定当中，阿哲明确讲到这一天的阳线是 IRK 线，而这一个 IRK 线低开高走则是一个买入信号。美股市场在这一根阳线并没有去跌破底下支撑，而再次出现 IR 模型，所以目前这里可以看涨，这是昨天阿哲新更新的一个行情观点。不过因为阿哲呢一般是在246的时候去发布公开的视频，而其他时候更多做的是直播或者说内部的教学，那么很多同学可能不能及时的接收到阿哲的一个行情观点。那如果您是订阅观众，昨天的课程没有参与的，也可以找到助教老师去领取一下回放。阿哲稍后呢也会告诉大家，如果您今天订阅阿哲，那么如何后续可以参加内部课程，以及每天看到阿哲的盘前观点。所以在 IRK 线出现之后，目前的美股市场阿哲的观点依旧是低点反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反弹的力度确认，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教过大家一个方法，就是股价下跌出现日线的一根阳线反弹，那么后续的力度怎么去看？看到最临近的大阴线一半的价位，那么像这一次低点出现阳线后的反弹，它是不是在大阴半的位置出现了压力，出现了滞涨？
那么盘中30分钟你会发现的是，这一个价格遇到压力后的回落或大阴下跌，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这一笔反弹它是弱势的，它可能不是日线级别能够延续的反弹，它可能是一个30分钟当中的一个低买到高抛的过程。而在上期视频我们也重新更新了大阴棒的价位，是最新的这根大阴线，那么它的价格是 18,604.46， 而如果昨天你关注到本次反弹昨天的日内高点，它是 18,604.47， 如果阿哲没有记错应该是这个数值，所以昨天的纳指是相对精准的触及到了大阴棒的压力而后回落，那么在30分钟又出现了上涨反弹遇阻回落的现象。那么现在你要知道的是，它究竟是一个小压力还是大压力，那么就在回落过程当中，你要关注30分钟会不会跌破下方的支撑区域，这个支撑点是 18,448.5， 曾经呢以一根大阴线收盘跌破，而最后2天时间再次快速的回归，说明 18,484.5 它的支撑依旧有效。那如果这个地方再次出现一根阴线把它给跌破，或30分钟出现明显的破位，那你要小心，这一波从低位买进而后反弹的行情有可能也即将结束，又是弱势反弹。而假如股价在接下来30分钟的回落当中 18,484.5 它依旧有支撑，那么我们认为它迟早会突破大阴棒，它依旧呢能延续上涨。所以当下的纳指价格在小级别关注一个上方压力和下方的支撑，我们得看一下本次反弹的力度和它是否能够延续，亦或者它会快速的结束，再次的回落，再次的探底。所以对于目前的买进是一个低位反弹来看待，是一个股价下跌暴跌之后一个相对确认底部区的一个试错性买进的仓位，那么你的仓位肯定是不能过重的。假如你有10成仓位，你目前手上都是现金，那么到了这里你最多是用1笔或2笔1到2成仓位去首次参与，而且要做好止损的设置。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一下上期视频讲过的一个知识点，叫复阴线。它的 K 线特征是有3根 K 线，其中有一根阳一根阴，而阴线它的高点比昨天阳线的高点是有新高，而阴线的实体收盘是跌破了阳线实体至少一半以下，如果全部实体都被跌破，那么是一个更加明确的强势的空方信号。所以每次出现复阴线的时候都属于空方的一个风险提示。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说看到这根复阴线，那么哪怕在昨天你买进了，那么这一天你出现复阴线，你最晚在临近收盘时也应该去卖出手中的股票，因为它往往会有一个风险的提示，可能后续还有惯性的下跌或再次的下跌。而如果是在上涨当中已经有所盈利的途中出现了复阴线，那么就要小心，它呢是一个明确的空方的信号。但这里呢有2种情况，就是股价上涨时出现的复阴线和下跌低位出现的复阴线是不一样的。上涨时出现的复阴线，它有可能是一个上涨中继，后续会再次的上涨，也有可能是一个高点，而后市场可能会出现暴跌。而下跌时呢，因为风险空方早就已经衰竭，或空方早就宣泄过多的力量，而再次出现复阴线反而不用担心。所以我们还需要关注一点，就是在复线后的 X 处，它呢可以界定空方是否衰竭，短线多方是否有进攻。比如说这里是一个复阴线，当天出现暴跌，而这种大跌之后，空方会不会因为这种 K 线而衰竭？你看一下 XK 线，当这根 K 线被突破时，往往说明多头还有希望，还有机会。那像这一天也是复阴线 X 高点被突破，是不是依旧有希望，依旧能看涨？而高位和低位出现的复阴线表现不一样，高位出现的复阴线立马出现暴跌，当暴跌之后，短线空方也衰竭，因为这一天出现了突破，价格反而再次上涨。这个位置也是复阴线，它的 XK 线在哪里？是这一天高点突破，是不是后续依旧上涨空间？而目前的行情是少有的在大幅下跌，在暴跌之后产生的复阴线。所以在上期视频当中，虽然我们说这个位置出现也要小心，但它的一个风险其实不会像前面那么大，至少跟这一个上涨了一段时间之后的复阴线是不一样的。本次下跌后的复阴线更大概率是空方衰竭，而这里是 XK 线，XK 线
它的高点要被突破。那么目前如果你说阿哲昨天没听你的那部课，这个位置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买点，所以错过了一根阳线，错过了一根反弹。那现在你再去买再去追涨，那么有可能遇到弱势反弹，有可能遇到30分钟高点，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了。那如果你还想要再次买进或更加保守的去初次切入，你应该等待一根阳线收盘突破 X 个高点，那么突破之后呢，我们认为这里才对于 X 来说是空方衰减，对于复阴线来说这里将是一个买点。这是相对于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程当中讲到的一个买点信号。上期课程讲到的买点目前其实还没有出现。以上呢就是对于纳指标普趋势分析以及对于9天战法复线的复习。如果以上内容对您有所帮助，那么老同学新同学都不要忘记可以点赞阿哲视频支持阿哲的创作。而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阿哲视频底下留下您的一句评论，阿哲看到呢也会非常开心。而同时如果您是新同学，也可以在我们视频底下点击订阅按钮，点击之后你就成为阿哲的频道订阅观众。那么频道订阅观众，您再点开全部铃铛，那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场公开直播，那您都可以在阿哲发布之后，您可以直接快速的收到频道的通知，那么您就不会错过阿哲最新的一个观点或最新的技术分析了。感谢老同学的点赞评论和新同学的订阅支持，谢谢大家。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需要讲一下有关空间技术点位的计算。阿哲会告诉大家，今天纳指它的空间支撑和压力在日内你要关注哪个价位。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这一方面一定要认真去听了，因为在后续不管是个股特斯拉、英伟达还是其他的以下个股，在短线的策略制定当中，我们都会严格去参考这个空间点位的计算。通过空间技术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价格在短线上是多头强势还是空头强势。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只要您是新订阅观众，您就有机会去收到这条盘前的解析。那么盘前解析当中会包含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阿哲的一个主观判断一些其他的技术，而下边的这个方框所代表的内容就是技术分析空间的支撑和压力。阿哲一般会分析3个标的，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我们看到上方阿哲有讲到，在纳指复线后又出现了挨压，表示下跌动能的衰竭。我们不要因为上一次挨压失败止损就怀疑这个策略，你只要知道策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上一次买进然后止损，它不应该影响你下次买进的信心。所以阿哲提到短线上可以再次去尝试抄底，止损呢就设置在昨天的开盘价格，一般止损就是这根阳线挨压模型的实体低点。同时这里阿哲也有去补充到，挨压买点后的加仓点呢是负线 X 的被突破，这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内容。现在看到下方，阿哲把3个标的的支撑和压力位每天盘前都会去更新。那么这里要注意了，这个点位怎么去用？虽然说它有明确的数值，但是阿哲呢不是告诉大家它一定会到这个价位遇到压力或者说遇到支撑，而是说如果价格今天的收盘收在高点压力之上，说明今天的多头很是强劲。如果今天的收盘收在低点支撑之下，跌破了支撑，说明空头很强，空方强劲，而多头转弱。所以这2个价格可以说是日内多空强弱的分界。如果收盘在此中间，那么则说明多方和空方没有一个明确的日内的决胜。接下来我们看到右边的图表，在右边图表当中呢，其实有一些红色和绿色的一些亮灯。那么在右侧的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在 K 线底下有时候会出现绿灯，有时候会出现红灯，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阿哲的一个红绿灯指标，它其实就是参考着我们左侧这一个点位来的。如果价格当天收盘突破阿哲预测的日内高点，它的压力之上，那么就是一个多方强势，它会显示绿灯。而假如股价上涨出现了一个红灯，说明当天预测股价的支撑被跌破了，那么空方走强，多方走弱将是一个风险，要小心。对，上涨当中要小心红灯的突然出现，下跌当中要注意绿灯的产生。每一次上涨当中的红灯都有可能是一个高点的形成，每一次下跌当中绿灯的产生则有可能是低点的形成。像前面这个高点是不是一个红灯？像这波暴跌之前这一根长长的下影线，它也是一个红灯。所以上涨当中出现红灯，它不一定绝对是高点，
但只要出现就要小心，下跌也是如此。下跌出现绿灯就要注意了，下跌只要出现绿灯就有可能是调整结束。而本次的这一轮暴跌，如果用多空强弱，用红绿灯来判断，从前面的这根红灯开始，你就要注意这里是风险，而后一路的下跌，大部分时候都是红灯，哪怕偶尔有停顿，它也只是一个无灯的状态。无灯的状态说明价格收盘在今天的预测高点和低点之中，那么多空之间强弱是没有变化的，那么延续之前的判定，也属于空方还是很强。所以从高点一路下来，一路都是红灯。那么现在大家注意了，在昨天的这根阳线底下出现了难得的绿灯，这是本次下跌以来首次的绿灯，说明今天的价格它的多头终于变强，而空方终于走弱。那么这根 K 线能不能够判定目前见到低点？仅靠一根 K 线一个绿灯就说这里是一个低点，那么有点太过于武断。但我们至少知道多方从高位下跌暴跌以来，终于有了走强的迹象，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每一个低点的产生，它必然得要先出现一个绿灯，表示多方强劲才行。至少走到目前这个位置，已经有了见底的希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跟踪多方能不能持续走强，而不要被快速的打断。所以现在我们靠今天的预测价格，今天周四的盘中你要注意预测高点是 18,808.47， 而预测的低点是 18,348.73。 今天的收盘价如果依旧在预测高点之上，那么绿灯将会继续的延续，那么多方将再次的增强。而如果今天的收盘在预测低点之下，则说明昨天的绿灯只是昙花一现，只是一个较强的反弹罢了。那么再次的红灯产生，意味着市场还将回归下跌，所以这里将作为每天的防守位。只要后续的上涨当中每一天都不跌破预测低点，我们认为本次的多头依旧会延续。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案。有一些学员他就专门看阿哲的红绿灯，这一波下跌基本上都规避了。当然了，这里阿哲要提醒的是，因为阿哲的风格呢，哪怕现在的这种下跌比较强势，但阿哲是不做空的方向的，所以一直呢找的也是做多的一个机会。所以阿哲平时的视频当中是不会讲到任何做空的一个点位。关于这一方面，你需要根据阿哲日常的判定自己去把握，除非有一天阿哲真的认为美股走不了多头，确实由牛市转为熊市，那个时候可能开始才会专门提供空方的点位。所以今天我们要关注的预测高低点就是这个数值，这一点大家要注意盘中去观察它的收盘最后是落在高点之上还是低点之下。那么假如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关于这个点位它不一定今天就立马生效，因为每天盘前只要美股开盘，它的数值都会变，阿哲呢都会发在 Telegram 的学习小组当中。而关于这个学习小组，只有订阅同学才有机会能够进入，那么盘前解析你才有可能能够获得。那么这里阿哲告诉大家，如果您是新同学，怎么去有机会获得？现在呢，你可以点击下方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阿哲发了一个置顶的评论，在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链接，您就可以得到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而后您跟助教老师发送一个暗号或者说口令，可以发送一个盘前。发送之后，那么助教就知道您是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并且您需要盘前解析。那么他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怎么去获得每天盘前的解析信息。如果您想要获得每天盘前的关键点位和阿哲的每天实时的看法，那么可以动动你的小手指，辛苦一下，点击这条链接，找到助教，发送盘前。同时阿哲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是订阅观众，那么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福利。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阿哲为了能够更好的把技术分析作为分享和让大家去进行学习，那么同时还有提供一些其他的帮助。刚才我们所讲的只是第二部分，叫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另外的还有专门的粉丝学习小组进行知识技术面上的答疑，同时呢还有每周的进阶知识课，包括内部直播的方式去学习。这三重福利环环相扣，都是为了大家能够在成为订阅粉丝之后，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快速的进步，能够快速掌握阿哲的某一些技术分析的方法。这里要提醒，粉丝群组不是每一位订阅观众都有机会去进入的，您必须要获取进入的资格。那么这个资格就是您要证明您确实是一个爱学习、热爱技术分析的同学。那你怎么向阿哲证明您是这样的同学呢？
就是您得要认真学一下内部的直播课程，并且至少要掌握一个知识点。我们可以看到本周的一个内部课程的课表，从3月3号到3月7号这5节课程当中，那么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每一节课都至少分享了一个知识点和一些行情解析判断的方法。而这些课程其实很多都已经结束，如果您是今天才听到阿哲视频，那么可能就错过了。不过您放心，这些课程在内部课上都保留有回放，只要您是订阅观众，就可以找到助教领取我们的回放视频。那么在领取了一节回放课程之后，您只要收听了一节课，学习了一个方法，那么完成了一次作业，确认您确实掌握的不错，那么助教老师在评分确实合格之下，会邀请您进入到粉丝群组，那么后续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学习。那么3份粉丝订阅福利您就都可以收到，也希望大家呢，每一位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都能领取到这3重福利。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在第二部分当中，我们会讲到有关于特斯拉、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3个方面的解析。现在我们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在本次下跌当中，是不是价格在周二的时候再次的低开跳空下探，而下探的区间就是 267.92 和 257.34。阿哲还记得这个低点应该是在261附近，那差不多呢也是在这个区间之中。按照 K 线来分析，这一天是一根假阳线，我们说假阳真底要怎么去买进，就是价格得要在后续收盘突破假阳线的高点。在周三的时候虽然收出了一根上涨阳线，但是它没有突破假阳线的高点，所以按照 K 线来分析，目前的买点是不明确的，或者说目前的加仓点是不太明确的。曾经呢，我们在这一根阳线出现时是一根绿灯，所以是一个短线上可以去买进博弈的信号。而后出现了负阴线之后，价格出现了 X， 那么同样的这一天的 X 其实高点也得被突破，才能是负阴线空方衰竭的信号。所以当前的特斯拉在短线上没有进一步的加仓点，它的买点也不太明确，前面有附件，所以它的上涨压力还是有的，得要明确突破才能说明空方衰竭，多方进一步的反攻。而空间支撑上就关注 267.92 以及 257.34 这个幅度，而目前的价格是略微回落之后再次的上攻，所以目前的支撑是有效的。而它上方的比较重的压力是 306.34， 所以特斯拉在 267.92 之上寻找买入点，在 306.34 附近小心空方发出的进攻即可。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给我们提供的某些关键 K 线的提醒。我们看到目前特斯拉的图表，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呢是 BBD 的资金指标。那么动能 K 线跟刚才所分析的纳指的动能是一样的，红灯说明空方动能强，绿灯说明多方动能强。在这一轮单边下跌当中，是不是出现了首一根绿灯之后，价格在这里止住了前方的单边走势，出现了一个震荡。震荡途中呢，没有再出现红灯，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后续哪怕这一根负线产生这一天的大幅跳空低开，收一个假阳线，其实都是一个非红灯的状态，那么就说明空方并不是很强势。而这里是一个绿灯，在2天非红灯的调整之后，再次出现一个绿灯，2个绿灯在低位出现，我们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多头连续的出现多方强势的表现。按照多空动能来操作，只要这里不是一个红灯，我们2次绿灯都可以作为买点，那么以红灯出现再作为风险信号。再看到下方的一个资金表现，前期呢连续的流出资金，流进资金是这一天，我们说连续流出后的流进它是关键 K 线，关键 K 线的区间其实目前没有被跌破，而价格只要不跌破这个区间，我们认为前面的下跌到这里就见到了一个底部区间，只要不跌破这根 K 线的低点，这里就是一个特斯拉的底部。而价格如果能够有效突破，并且不再跌落，那么这个底部启动的现象就更加明显。目前是有底部 K 线，但没有底部确认上涨，所以还差一点，就是上涨突破以及回踩不落。那么现在阿哲告诉大家，特斯拉今天会不会转为红灯，亦或者保持绿灯，你要关注它今天预测的日内支撑和压力。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压力点位是 285.25， 价格要突破，突破的话呢，就再次是一个绿灯，再次是动能上的一个加仓点。那么我们看到底下的支撑是 273.25，
274.405，价格收盘哪怕回落，哪怕调整，它只要不跌破273.405，那么这里就不会是红灯，那么调整就依旧还属于正常的范畴，多方还是强势的。这是特斯拉资金和动能上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英伟达最近的走势其实不是很强，价格这一次的回落，这里为什么出现了反弹？因为116再次产生了止跌，这一波回落跌破了这个灰色的阴影区间，然后再次的往下去进攻，打破了116。这一天的收盘是打破了，当打破之后，你会发现又来了一个挨压 K 线，低开高走，重新呢在昨天回归到了116之上。可惜呢，回归的一根 K 线不是很强势，是一根假阴线，价格上涨却是收阴。所以这里的英伟达在空间上还不算是完全有效站稳116，前面跌破，现在收假阴，你要小心，这里会不会又来那么一根阴线把116给跌破？如果跌破，那么在一个支撑位上出现下破反弹再下破，一般它也是一个有效的跌破的现象。所以一旦出现，那么英伟达风险将再次的释放。那么116如果有效破位，那么下一个点位将是103，这个风险就特别的大。所以在这里我们急需要一根阳线来确认116并不是有效跌破，而不要是一根阴线，要是一根强势上涨阳线在116之上产生。现在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的判断，目前的图表就是英伟达的日线图，上方是动能，下方是资金。在资金的表现上，前面是连续的流出，终于产生了一根流进 K 线。目前流进 K 线跟特斯拉的判定是一样的，这一波单边的下跌，中途出现了一个绿灯的反弹，当绿灯之后立马是红灯，这是说明昨天为弱反弹，这是说明昨天的上涨绿灯为诱多现象，所以股价后面呢依旧保持下跌。好，那么下跌途中这里出现了一个流入的绿 K， 那么这一天跟特斯拉的判定是一样的，这里有机会成为低点，但是前提条件是它得要被突破，而它不能被跌破。如果这里又出现了跌破反弹的压力，那么这里将说明英伟达还要延续下跌，在资金上它还不是低点。看到前面这里连续的下跌，连续的资金流出，之前受 DeepSeek 影响出现了暴跌，那这里为什么能够产生反弹，能够见底？就因为资金流进的这一天，以及呢下穿变盘低点这一天，它的低点区间其实都没有被有效跌破，而价格呢它的高点后续都被突破，所以走出了一波延续的上涨，走出了一个低点行情。那么这一波的下跌也是如此，这一根关键 K 线它要被快速的突破，并且走出一个结构，要回踩不破。如果快速的还把它的低点跌破，那这里将会延续下跌，所以英伟达就要小心这种情况。动能上目前依旧是以红灯为主，哪怕最近出现了低开高走，以及呢昨天出现了假阴线，但其实都不是一个绿灯 K 线。那么接下来阿哲告诉大家怎么去判断绿灯 K 线的产生。今天关注日内高点 119.673，119.673收盘价如果站上，则说明是绿灯 K 线；如果收盘站不上，反而跌破 115.905， 那么这里将会是红灯 K 线。红灯 K 线也是风险的再次延续，说明空方又再次变强。目前的英伟达虽然有 IR 模型低点买进的信号，但整体来讲呢，它的动能上还不是很明确的强势，甚至呢可以说比指数还弱一点点。因为指数已经在昨天出现了绿灯信号，而英伟达它却是一根假阴线。以上就是特斯拉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第三部分，我们会讲一下 Meta 苹果 MSTR、高通 PLTR、微软 TM、SMCI 等以上8只标的关于短线上的策略分析。我们还是会通过资金和动能上制定短线的策略，看到其中的风险和机会，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那么第一个个股我们会讲到 Meta， 关于 Meta 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整体结构，你会发现其实它整体的结构表现是比较强势的。比如说在 Meta 的左边，它其实有2个高点形成了一个压力，而后价格出现了强势的向上的突破，而目前是一个回踩的过程，而这个回踩
当前就回踩到了前面的高点附近。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被有效突破的高点，它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所以目前的 Meta 就属于股价下跌当中回到了关键性结构支撑的点位。那么关键性结构支撑说明，只要这个结构是完整的，只要这个结构还保持上行，那么当前的 Meta 就应该是在一个结构的低点空间上。如果你判定目前的空间是低位，那么你只需要找到在低位空间上的一个买点即可。而很巧不巧，昨天就是一根买点，因为昨天是一个反包 K 线，它的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要高。这种 K 线它的出现和绿灯一样是很稀有的，像这一天它也是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要高，也是比较稀有。前面单边下跌遇到了这种 K 线，就容易出现多方反攻而后止跌。当下的价格走势其实依旧是这一波下跌后的低点附近在徘徊而已，哪怕感觉最近又创新又下跌了，其实它还是在前面低点附近在进行震荡。而目前的 Meta 在之前出现了绿灯、红灯，而后又是红灯之后，当前出现了新的一个绿灯。昨天是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长下影之后是反包阳。我们曾经说过，这种动作它最少是一个止跌，最好呢就是一个启动。看到下方的资金曾经这里是连续的流出，好，这一天是流进，那流进 K 线是一根绿灯 K 线，那么高点能不能突破？那么很可惜的是，在这一天产生之后，没有出现明确的向上突破，反而往下跌了一下。而现在的资金是往上流进的，在连续流进之后，流出的 K 线是它。那么这根 K 线它会不会被跌破？很明显没被跌破，反而被快速突破，所以价格多头依旧是占优。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天作为首次的买点，股价后续如果能够快速的把前面的关键 K 线高点被突破，那么我们可以作为加仓点啊。当前呢还不是，当前是一个 X 负线的突破，同时是绿灯。你会发现前面这一天它也是一根负阴线，那负线后产生风险很正常，但负线后的风险 K 线却后面被突破，所以这一天其实是负线的买点。我们当下在动能上要关注一点，就是绿灯之后它不要立马产生红灯，只要不立马产生红灯，这个买点就依旧有效。前面这一个绿灯后它立马就是红灯，说明什么？说明它昨天的绿灯大概率为一个反弹，大概率呢为一个诱多行为，就类似于前面高点的位置，在绿灯之后立马是红灯，就说明昨天的绿灯大概率为诱多，大概率为反弹，不是一个真实有效的强势。所以现在的绿灯它接下来一根 K 线不要是一个红灯，我们看一下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红灯，要关注今天日内的高点和低点。预测的高点是 668.905， 而它的低点是 647.065， 价格收盘在 688.905 之上，那 Meta 依旧是绿灯，那么依旧呢为强势，甚至呢在动能上依旧为加仓 K 线。而价格收盘不能跌破 647.065， 收盘跌破则是一个红灯，那么则要小心它的风险再次出现，因为绿灯后的红灯意味着前面的绿灯是诱多，要小心。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苹果，苹果的整体走势它其实也是蛮强劲的，在指数连续下跌之后，但是苹果它依旧也是跟 Meta 一样，前面呢有一个支撑区域，当前的苹果也是落到了这个支撑区域附近，所以在结构性来讲，它和 Meta 一样，属于一个结构性的支撑，也属于结构性的低点，只是 Meta 的走势更加漂亮，更加完善一些，而苹果整体有点震荡，有点收敛的状态。而底下的资金没有提供太多的参考，依旧呢以流出为主，流出的资金没有流进，那么关键 K 线就还没有产生。不过之前有一个下窗 K 线，下窗 K 线呢还是可以看一下的，当前下窗 K 线还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跌破，因为它有连续的下影线在这里出现，所以除非又来一根阴线下跌，那么才能确定下穿的变盘点它不是低点变盘，而是连续下跌。所以这里呢最好快速的收回来，那么这个前面的低点变盘依旧有效，你有等待价格向上的突破，突破低点变盘 K 线作为买点，而目前的买点不是很清楚，它也不是很明确。在动能上，这里是一根绿灯，而绿灯之后没有产生红灯，所以这是一个还算不错还好的现象，说明空方确实不咋地，空方目前还没有继续的冒头。
而多头也保持强势。所以这里如果能够紧跟着再出现一根绿灯 K 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关注的对象，它的高点压力是 236.145， 而它的低点支撑呢是 228.825， 股价收盘在此之上，这说明价格能够继续有绿灯，能够去买进，这是一个相对动能上的买点。而收盘如果跌破 228.825， 那么这里将是一个红灯，在长下影线后又是红灯，那么要小心了，这里还要延续下跌。所以根据动能 K 线来判断，因为在资金上呢目前没有新的一个变动。现在我们看到 MSTR 的上涨，我们究竟是怎么样去把握到它的变盘的？那么这里我们再复习一下，如果您是新同学，你要特别关注了，在动能 K 线上有一个特殊的变化，就是红灯绿灯红灯，就是3根 K 线连续转灯。我们都知道转灯它没有那么容易，特别是在某个单边行情之下，空方极强变极弱，多方极强变极弱，而连续3天都反复的多空横跳，那么这种情况就容易变盘。一般变盘的方向是最后3天之后这根 K 线的方向，如果它是上涨，特别它这一天如果是买点，像 IRK 线这种，那么其实变盘方向就是向上去看。而我们看之前它也曾经多次出现，这里是绿灯红灯绿灯3天连续，然后第2天冲高回落，方向是不是向下？这里是绿灯红灯绿灯，这一天是下跌，是不是方向也应该向下？前面高位风险连续2次都是变盘向下，而现在是下跌暴跌之后是机会，然后变盘之后反向看涨，所以目前呢是变盘向上。而在昨天加速之前也出现了 IRK 线低开高走，同样是一根绿灯 K 线，它的绿灯比指数还提前了1天，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多方提前走强。 MSTR 当前是强于指数的。那么现在从资金的角度资金的层面，我们要关注一根 K 线，就是最新的这根 K 线在加速之后下方的资金往上穿，我们说下穿 K 线有可能是变盘低点，那么价格下跌反弹呢就要关注上穿 K 线，上穿 K 线就有机会成为变盘高点。所以目前是下跌后的反弹，反弹时出现了上穿，那么高点有可能产生一个压力，假如这个地方有压力产生，那么就要小心，有可能是反弹高点的确认。所以 MSTR 目前还在反弹的范畴，如果想要脱离反弹，它的力度要更加强，它得要收盘去突破这个高点，并且后面要守得住。像前期这里价格走势出现了下跌之后的上穿，是吧？这一天是上穿 K 线，高点能被突破才能延续再次上涨。那如果股价上穿的这一天，它就是一个压力，上穿的时候就变成了下跌，这个地方低点快速被跌破就是风险。所以目前的关键区间 MSTR 就在这里产生。如果目前的市场能够延续上涨，它有机会能够去突破。假如市场不给力，那么 MSTR 则将容易在这个区间内先发生震荡，在加速之后的震荡，它只要不跌破这根 K 线的低点，我们认为它还是有机会上破脱离反弹，走出反转。下面我们看到高通的话，股价在本次下跌当中一直都是红灯，哪怕昨天指数出现了绿灯，但其实它也还不是绿灯。那有同学说它是反包阳很强势，但是它不是绿灯，就说明还不够强势。不过这里呢其实也是一个买点，为什么它可以作为一个买点？因为前面这里是一个负线，负线之后呢为 X 的高点被突破，则意味着这个地方它的负线不是一个空方继续下跌的信号，它是一个空方衰竭信号，所以这一天是一个负线的买点。但是在多方的动能上还没有完全的走强，依旧呢还没有绿灯。而我们看一下资金层面，在前面下跌时资金呢有连续的流出，那么流进 K 线这是一天，前面这也是一天，那么流进 K 线的低点被快速跌破，这说明还有下跌。那这一天它的流进 K 线低点没有再跌破，而后出现了负线买点，所以目前在资金出现上穿底下零轴之前，它在出现变盘高点之前，风险应该还好，只是要小心一下。目前呢还不是绿灯 K 线，所以你要小心后面会不会再次出现红灯 K 线。这里呢要关注一下今天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阿哲呢继续把它写出来，161.88是今天
周四盘中的压力，低点支撑是 155.76， 收盘在压力点之上，则说明是一个绿灯，那么它呢则继续维持看涨。如果收盘在低点压力之下，则是一个红灯，因为目前依旧是红灯的市场，所以如果再出现红灯，那么也一定要记住前面的突破买进要止损了。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PLTR 最近表现是不错的。之前呢我们讲过有一个买点，就是这一天它是一个低开高走，是一个 IRK 线买点，而这个买点刚好又左侧遇到了一个缺口的支撑。那么最近呢是连续出现了低开高走的 IRK 线，所以呢当前的 PLTR 则是比较倾向于看涨。昨天也是一根收盘比昨天最高要高的 K 线，那么这一个位置它开始比指数要强，前面下跌跌得比指数要更加快，并且更加早，而现在呢开始有比指数强的迹象，所以 PLTR、Meta 等个股还有 MSTR 都要多多关注，这是指数后面止跌确实上涨的时候能够去更好的去把握的短线强势个股。而我们看到在左侧流出的时候，底下的资金是不是这个地方是关键 K 线？关键 K 线的低点一直在反复横跳，一直呢在上创下跳，一直在反复横穿。目前呢也还不是一个有效的跌破，因为昨天呢又重新站回来了。不过当前还是一个问题它呢依旧还是红灯，依旧呢是一根绿灯都没有。所以如果能够在这里出现多一根绿灯，那么是一个更好的确认信号。所以这里我们看一下绿灯在哪，它的高点 94.115， 今天收盘能够突破，就是本次下跌首个绿灯。低点呢是 86.315， 收盘跌破将又是红灯，又要小心了。前面我们的买点其实就是 IRK 线，那么现在又有一个反包 K 线，那么它是否能够买进呢？其实也可以，只是它没有绿灯，所以还是稍微要再确认一下会更好。买呢是有多次的买点产生了 PLTR。 现在我们看到微软昨天的表现也是很强劲，直接是一根高开高走相对的长阳产生，这根阳线底下资金是流进比较明显，而且它是一根绿灯 K 线，在本次下跌当中它呢算是首根绿灯前面这个绿色的箭头不是绿灯它只是一个低点共振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资金层面也知道了，这是连续流出后的首根流进 K 线，首根流进 K 线同样的也是首根绿灯，所以这一天究竟是一个反弹还是有机会能够走出一个低点，我们要关注这一天的区间，它的高点能不能够继续的被突破，只要能继续的向上突破，那么这个地方很大概率至少是一个比较不错有强度的反弹，而后有机会走向反转。如果连首次流进 K 线它的高点都不能够过，甚至后面还要跌破它的低点，那么这就很危险，就说明它确实一个反弹，后续呢还将容易延续下跌。所以目前的微软它可以做一笔尝试性的买进，但买进之后我们继续去看涨，继续放更多仓位的时候，应该是在这根 K 线之上出现强势的突破的时候，亦或者是出现回调到这根 K 线低点附近产生支撑再次启动的时候。在此之前呢，它这个结构在资金和动能上我们不要去过多的不断的去加仓和买进。目前的微软我们先埋伏一笔，但是呢不要过多，仓位呢是比较小的，因为它的确定性不高。这里我们要继续观察，在回落过程当中，亦或者它在突破后，它只要不是红灯，那么就是安全的。如果出现红灯就要小心，特别是绿灯之后立马转红灯就要最为小心。所以今天要关注一个支撑 394.915， 这个支撑只要不被收盘跌破，那么就说明没有红灯，那么就还是安全的，哪怕回调也还是安全的。高点 407.775， 这个价位如果收盘突破将是绿灯，那么就是一个继续多方看涨的信号，可以做一个加仓。因为这个价格如果收盘突破，基本就突破了它的一个高点。下一支我们看到 TM 整体的反弹力度不太好，它虽然也有一个挨压形态，但第二天呢跟英伟达一样走势偏弱，而底下的一个红绿灯也还是一个红灯，它的红灯还是比较多的，连续性的红灯，而最近没有出现绿灯，
底下呢是有连续流出资金后的流进，而流进 K 线是这一天低点是没有被跌破的，所以这里的支撑是有效的，而它又刚好是一根光头鹰啊，类似光头鹰，高点要被突破，所以对于 TM， 如果你想要再次去买进博弈它的启动二次行情，那么这里最好是等待一根不错的阳线，把左边这根阴线突破，是可以更加确定这个低位是稳固的，而后去等待它的回落不破，再去不断的去跟随趋势，再不断的去做就行。而现在还不行，因为整体只是支撑的效果，没有出现一个强势的上涨突破，整体的买点也不太明确。因为如果按照这一天是一个负线，高开低走负线，它是 X， 那 X 的高点也还没被突破，所以 TM 目前整体的动能和资金和 K 线上都没有买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它的红灯不要再出现，低点支撑是 51.205， 这个价格收盘不能破，破了就是红灯，就继续是风险。高点呢是 55.194， 这个位置能够突破，将是本次下跌以来首根绿灯，那么后续才慢慢的有多方机会产生。如果连绿灯都没有，那么离多方机会就还稍微有点远。最后我们看到 SMCI 整体的资金在前期流出之后，目前有一根流进 K 线，流进 K 线也是一根十日星，就是昨天的最新的 K 线，它的低点不要被跌破，高点要被突破。如果低点被很快的跌破，则说明这一波下跌的挨压只是一个反弹，那么它的多头就还不算很强。那么这一波下跌当中呢，出现了一个绿灯，但可惜是阴线，所以不为买点。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否还会出现一个新的绿灯，亦或者会接着是一根红灯。关注它的支撑位 37.23， 不要跌破，只要不跌破，那么挨压之后的上涨就还有机会延续。那么它的高点压力是 39.9， 收盘突破将是本次下跌再来一次绿灯，而这一次如果是一根阳线，那么可以作为买点。如果你想要更加确切能够更加保守的一个买入信号，你说阿哲 SMCI 我想抄底，但是我想买了能够更大概率能够买在一个底部，那你其实可以等待这一根阴线的高点的突破，那么是更加安全的买点。以上就是3月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能够引发大家的一些思考。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